刚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啊，忽然接到了我们技术人员的一个电话，因为前2天不是刚让他帮我们调过我们房车的那个刹车嘛，然后呢，他打电话过来就是有点担心啊，因为我们开回家要2800公里，他就担心我们那个里面的刹车片已经磨掉了，所以建议我们能找个师傅，可以把那个轮胎卸下来，然后看一下刹车片。我们现在看看啊，旁边有没有修车的地方，找个师傅，要不然我们又要把房车弄完，然后拉到那个修车厂，那挺麻烦的。我们的理想方向是找个修车师傅去我们那边拿个千斤顶卸轮子检查。对，如果里面还有刹车片的话，那也行，就先用着。如果没有了的话，就不太好了，因为在路上要走那么长时间。小兔崽子是不是很热呀？我们现在已经把东西收拾完毕了。本来说想让师傅过来跑一趟的，但是考虑到人工成本很大呀，他们过来一趟需要300块钱，然后呢，我们自己拉过去100块钱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我心想，反正也是要动的，就直接给他收了吧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车拉到修理厂，让那个修理师傅帮我们看一眼。收完了。好。距离呢倒是很近啊，我唯一担心的就是那边的路不是那么好走，就是有一条小道道，有点费劲。不过自己跑一趟能省200块钱，我觉得还是划算的，对吧？主要是这个事情嘛，可大可小。那个刹车片到底磨成啥样了不清楚啊。如果说单面磨的话，就是一个刹车片，因为我们技术说，就是如果你万一那一侧磨得厉害，没了刹车片啊，另外一片还有，那刹车的时候不均匀啊，高速上还是有风险的。所以正常情况下啊，他们说艾科底盘的这种刹车盘，5000公里就得要检查一下了，然后呢，10000公里的时候就得要拆开了，就拆开看一眼。而我这个车子已经有2万多公里了，所以还是有必要去检查一下的，因为毕竟接下来还有2800公里的路呢，差不多3000公里，所以还是安全第一吧，我觉得。虽然麻烦了一点。来，上车，快！你先上你的座驾。不要动啊，不许动，乖乖的。哦，这个路有点窄，去这个修车厂的这个路，里面还好，是在这里面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那你拐过去，慢一点。我们直接这么开进来吧。对，开进来就好。嗯，可以的，走吧。走吗？天花是吧？天上。天上没问题，天上空着呢。今天的运气还算不错啊！你看，大家看一下这个修理店，还是超大的哦。所以我们把车子拖进来，就怕那种小修理店进都进不来。这样子呢，还能够随便弄一下，还挺方便。哎，师傅，我跟您说一下啊，它那个受力点在这儿，这不就是大梁嘛？大梁抵在这儿，这个是受力点，两侧都一样。然后最好是2侧都用千斤顶给它顶起来，同时把轮胎卸了，然后可以看一下能刹车紧不紧啊，这样子会好弄一点。啊，谢谢了。他已经在拆轮胎了，这种古式的刹车片啊，不知道是怎么样。拆轮胎嘛，然后这里面就是古式的刹车盘。这个刹车片在哪里啊？这你看不见。轴是在这边，然后轮胎是在这边的。说是扭力轴嘛，这个就是扭力轴。之前我第一次拆的时候都没有那么仔细的看过。这下面落了好多灰下来。这个是磨损的那种灰吗？嗯。直接卸下来。感觉这个没有那个灰多哎。这有。啊？哦，也有。没有那边多，那边哗哗往外掉。那个刹车片在哪里啊？这就是。这个就是刹车片吗？对。就包在外面这一片。那你看看它这个刹车片到底是磨的还多啊？还多，还够是吧？还有一半。哦，还有一半。那另外那一边呢？你看了吗？一样的。一样的是吧？检查了一下哦，发现这个刹车片还很多哎，
刚刚师傅说估计还有一半多，所以还好，但是擦一下会比较沉，但是看一下会比较放心一点。这个就是刹车片，所以还蛮厚的。然后现在师傅就把这些东西都安回去。幸亏咱们这边工具齐全啊，师傅手艺也比较好，所以很快就给他检查完毕了。这说真的，还是应该要拉到这里啊，要不然在那边工具万一这个缺这个工具缺那工具的啊，可能也没那么顺利，还是比较明智的。然后顺带呢，让师傅帮我们胎压也检查一下。刚才那边测胎压，这个是多少？现在3.9啊，你也给他弄到4.4吧。因为我们去我们那边冷了嘛，天气冷了，它可能就会更收缩了。前面你帮我看一下吧，前面好像是应该是2.5是吧？然后在这边检查了一下，收100块钱。你什么情况呀？也不贵。一直坐在上面，我让你下去呢。这是你坐的地方吗？啊，这是你该坐的地方，下去，快！不许上来啊！不许上来！无法无天了你，啊！喘气呢，咱们马上就到家了啊！辛苦你了，托尼。我们现在把，这个刹车片已经检查完了，然后还有一半多。师傅说大概再用1万多公里都没问题啊。万把公里没问题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我觉得吧，跟个人的刹车的习惯也有关系。因为我这人刹车就比较轻，所以呢，相对来说还好一点。因为我们也有车友，为什么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技术师傅这么着急说让我去检查呢？因为他看到有另外一个车友跟我们买的车时间稍微差不了多少，就前后时间的，他已经磨完了。对。所以呢，他就担心我们也磨完了，啊，结果发现呢我们还剩一半。可能那位就是我们那个大哥，也是挺好的一个朋友。他可能开车的那个习惯啊，因为他前车好嘛，对，8限4嘛，然后就是可能开车比较激烈一点，刹车比较废，高速上跑得快，刹车就会废一点，这个还是跟个人的一个驾驶习惯有关系啊。所以呢，不管怎么说啊，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了，已经就检查一下，我们放心一点了。对。然后呢，顺便把我们的气，这个我们就刚出去检查了一下，然后顺便把我们前车跟后车的气也给它都充满了，你不是充满，都已经充到适当的位置了。对。现在发现啊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车啊，就是胎压，会随着时间它会漏气的。它也不是因为轮胎破了漏气啊，可能就是后面那个承重的压力比较大。我每次都给它打到4.2左右的，等现在检查的时候就变成4.0了，一个4.0，一个3.9。所以现在给它加到4.4了，反正也是差不多吧，我觉得也没啥感觉啊，外观上看不到太大的变化。对，这样会放心一点嘛，就整体做了一个检查。好了，我们到我们的营地了，顺利返回。